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穿古装就翻车的8位男星，看似帅气，古装一上身就不行。美男不多见，丑男却各有千秋，丑得别具一格。观众们纷纷抱怨，现在国产剧中演员颜值严重下降。20年前的国产剧中有焦恩俊和乔振宇这样的古装美男子，而如今只能看到程毅、肖战、王一博和任嘉伦这样的古装专业户。有些男明星乍看之下十分英俊，但一旦穿上古装便判若两人，既没有演技又缺乏颜值，结果被批评为古装丑男。以下这8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许多观众看过后都直呼辣眼睛。作为一位在13岁时就声名远扬的童星，张一山的演技一直备受赞誉。年幼时，他的脸型线条流畅且修长，虽然称不上俊美无双，但也是一个清秀的小男孩。他8岁时就进入了演艺圈。2003年，他接演了小兵张嘎中同乐这一小汉奸的角色，次年又参演了《家有儿女》。《家有儿女》播出后，张一山在剧中展现出的古灵精怪的形象，使他迅速成为众多孩子心目中的偶像，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。然而，长大后的张一山突然变胖了，穿上古装后显得更加不协调。在《重耳传奇》中，他为默默无闻的演员王龙华作配，紧贴头皮的发套使他宽阔的额头一览无余，再加上他瘦小的身材，使得他的脸型显得尤为不和谐。这部剧使他的口碑大幅下滑之后，另一部古装剧《鹿鼎记》更是让他的观众缘进一步恶化。《鹿鼎记》是一部经典的武侠剧，陈小春的演绎堪称珠玉在前，黄晓明的版本则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价，而张一山的演出却只招致了嘲讽。原因无他，仅仅是因为他在剧中的表演过于夸张，加上过瘦导致五官显得僵硬，让观众看了如坐针毡。报告，我是厉志成，我钟情于林简，此情天地可见。2018年，一部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使金瀚从默默无闻变得稍有名气。他在剧中以报告体表白的台词，曾一度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穿上军装后，他在观众眼中仿佛多了一层厚重的滤镜，成为硬汉的象征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当他换上古装时，口碑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被称为著名的古装丑男。在与古装美女彭小苒合作的古装剧中，他饰演了一个让女主一见钟情的俊美角色。他从2楼跳下登场，虽然这是古装剧中常见的桥段，但由于他摇摇晃晃的姿态和像菠萝头一样的发型，招来了无尽的吐槽。女主角容貌艳丽，竟然对他一见倾心，这真是荒唐至极。后来他在剧中表演的一场痛哭戏，不仅未能打动观众，反而引发了不少笑声。只见他双手捂着嘴巴，表情不像是悲痛欲绝，更像是正在忍受便秘。这种表演和装扮居然也能用来演戏，令观众百思不得其解。6月24日，金瀚出席了腾讯视频在上海举办的电视节。他身穿黑白西服，看起来相当帅气，完全不像他在古装剧中那般灾难。郭京飞在《都挺好》中饰演的苏明成，既懦弱又讨人厌。虽然他在剧中油嘴滑舌，不靠谱，但面貌尚算端正。然而，一旦换上古装，他就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他在古装剧《风起长林》中饰演反派角色，或许是因为剧组考虑到角色设定的独特性，给他设计的头套不是披散的长发，就是松散的低马尾。此外，他的脸色苍白如粉，毫无血色。
原本想要展现的邪魅之感完全未见，反而更像是一个现代人在玩 cosplay。这张脸线条分明，与秀气毫不沾边，更别提展现邪魅了。6月24日，他主演的《小战警士》发布了新海报，画面中一人一狗充满了市井气息。黑帮头目和硬汉看到孙红雷那张带有几分凶狠的脸，观众大多会联想到这些角色。因此，这些年孙红雷参演了许多现代剧。然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其实还出演过几部古装剧，只是他在剧中的形象实在有些惨不忍睹。以他参演的《战国》为例，他的长发飘散开来，再加上胡须和那双标志性的小眼睛，不仅显得难看，还透出一股油腻感。他时常眯着眼睛，眼神猥琐，完全没有现代剧中的那种霸气。几部古装剧遭到观众的猛烈批评，这或许解释了他很少出演这种类型的作品。在现代剧中，靳东常饰演精英角色，身穿利落的西装，身材高大挺拔，吸引了众多女性观众的目光。然而，当我看到他穿古装的样子时，魅力顿时消失殆尽。《琅琊榜》中，他客串了一个角色，散乱的头发和额前大片的斜刘海不仅未能修饰脸型，反而让他显得既邋遢又油腻。尤其是他旁边的胡歌，素有古装美男之称，这差距显而易见，不得不让人注意。此外，古装剧中的演员通常要穿上里3层外3层的服装，因此需要他们比平时更加瘦削。然而，在现代剧中身形适中的靳东，在这部剧里看起来却显得虎背熊腰。他的脸庞略显圆润，毫无棱角，再加上他的举手投足也不具古人的风采，因此这次尝试引来了大量观众的嘲笑。吴建豪曾是风靡亚洲的 F4 成员之一。2000年，他凭借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迅速走红，成为众多少女的梦中情人。那张略带混血感、五官立体的脸庞更是深入人心。即使这样，他换上古装后依然未能逃脱被嘲笑的命运。在与国民小花唐嫣合作的《锦绣未央》中，他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。剧中，他的造型独特，头发贴紧头皮编成像菠萝皮般的麻花辫，眉毛浓密且高挑。他原本立体凶悍的脸庞显得更加坚毅，额头也宽阔而凸显。这部剧播出后，吴建豪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从帅哥瞬间变成了古装丑男。2016年，他在《重耳传》中担任主演，众多知名演员如张含韵、张一山、沈梦辰、王刚等纷纷为他助阵。然而，这部剧在当时并未引起轰动，直到几年后才开始走红。至于他走红的原因，完全在于他作为主演，成为了古装丑男的典型代表。剧中那高饱和度的色彩和粗糙的服装设计异常引人注目，而男主角的造型更是以独特的丑陋风格令人过目难忘。男主角不仅拥有空气刘海，而且他的刘海短到眉毛上方，简直像一缕缕梳子。除了刘海造型，其他发型同样令人难以忍受。贴着头皮的发型已经够糟糕了，发际线虽然整齐，但头发看起来油腻光亮，仿佛3天没有清洗。前2年正值古装丑男流行，因此网友们也把王龙华拉出来嘲笑了一番。朱孝天与吴建豪一样，都是 F4 成员，两人同病相怜，都被贴上了不适合古装的标签。2007年，他参演的《楚留香传奇》汇聚了秋瓷炫、孙菲菲和胡静等众多美女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楚留香在剧中被众多美女环绕，她的颜值却未能令观众满意。在现代剧中常以忧郁气质示人的文艺青年，在这部剧中却出现了面部浮肿、脸型不流畅的问题，再加上那2大片刘海的灾难性造型，一度被观众嘲笑为古装丑男。楚留香这一角色曾由古装美男张智尧和郑少秋饰演，
而朱孝天的演绎则完全毁了这一角色的声誉。他的长相实在不佳，不管怎么拍都无法让他显得英俊。在拍摄过程中，导演为了找到合适的角度，与他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在众人面前毫不留情地甩出这句话。之后，朱孝天几乎不再出演古装剧了。2月14日，他在央视表演了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男孩》，引发了一波回忆热潮。作为一名演员，拥有自知之明是至关重要的。有时，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内并非坏事，毕竟这样既不会让自己受苦，也不会让观众感到不适。例如，外貌平平的演员不应饰演角色美女，古装不合适的演员则应避免或减少出演古装剧。盲目接戏不仅不会提升演艺事业，反而可能让自己陷入低谷，得不偿失。